各位，我们参加我们新南向中医药研讨会的各位东南亚的中医药先进，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以至于越南，当然也包括我们台湾中医药界先进啊。那今天跟各位报告的题目是台湾原住民药用植物。各位晓得在接受现代医学之前，全世界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传统医药文化。印度的土著有他们的印度土著的传统医学，美国印第安人有他们的传统医学。那当然我们知道包括马来西亚啦、越南啦各地区，那么都有他们这个原住民的他们这个医药文化。那当然也包含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同胞。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现在才想要去做调查，不要说是年轻人，就算年纪跟我差不多的这个原住民同胞，你问他你感冒你肚子痛，你拉肚子怎么办？他说很好，我有健保卡。那我们现在山地部落医疗服务很好，135、246医疗车都到上山来，我都不需要下山。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才要想要去做这种原住民传统医学这种文化的这种调查，已经都不太可能了。不过还好，在80、90年前，那么在日据时代日本人那么曾经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传统医学，走到每一个部落，那么做了一些调查，也留下一些基本的这个资料。那当然，我们原住民早期在现代医学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原住民他生病的时候呢，靠的是巫医。那么在当时他们的想法是说，疾病的发生主要是神灵的一种责罚欺凌邪灵的这种作祟，而寻求巫医的这个帮助。那巫医透过这个念咒语啦做法啦跳舞啦唱歌啦占卜等等祈求驱赶这个邪灵。那么这个是属于宗教跟心灵的这个层次。那当然对于减轻族人的这个病痛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但是这一块呢，就没办法用现代的这个科学来加以验证。那后来逐渐随着这个经验的累积，慢慢，他们开始用青草药来治病，那一直流传到今天。那这一部分的这个经验呢，那么我们可以透过现代的这个化学、现代的药理，以至于现代的这个临床来加以验证那么有关台湾原住民同胞虽然开始用这个药用植物来治病，可能有好几百年以上的这个历史，但是呢，在今天我们所能够看得到的文字的这个记载，那么最早是在1924年，日本人他们有一个佐佐木顺一呢，那么他出了一本纲要台湾民间药用植物志，那么不只是原住民，连汉人的使用经验都有将近579种。那针对于原住民的这个用药经验呢，在1939年日本的一个山田金治的这个教授呢，那么他曾经走过每一个部落做这个田野调查，那出了一本高沙族调查书第6篇，要用草木皮。那么里面收载的差不多有将近300种的左右的这个药用植物。那这个书呢，后来台湾光复以后，也有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么山田金治他那本书呢，那么收载了将近300种的这个药用植物那这个整个书呢，那么它的这个编排的这个顺序呢，主要是按照疾病的这个分类，那么从上而下，从头痛脖子酸这个咳嗽等等拉肚子啦等等，那一共有将近30种的这个病痛来做分类。那这个是原来日语的，那么高沙族调查书第6篇山田金治他的这个著作，它本身就是按照疾病的这个分类，那每一种疾病底下，那么才把重要的这个药用植物，那么排在下面来做介绍。那这个是我们台湾光复以后，透过台湾银行，那么一个许君美许先生呢，那么把它翻译成，那么变成台湾先住民的药用植物，那么来公开发行。那么你看看没有错，它的整个排列的顺序是按照疾病头痛有哪些草药可以用那个感冒有哪些草药可以用，那主要是按照疾病的这个分类。那这个是原书的这个风貌也就是说它有提供这个药用植物它的这个科名植物的拉丁名，那另外他们原住民的这个名称，
那因为当时因为没有现在的这个彩色数位相机，甚至于手机，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图片是用手画的，而且是黑白的。那同时呢，他们把原住民的这种用药的使用经验也都把它做保留啊。那个民国84年，那时候是行政院卫生署，他觉得这一块是我们原住民的很宝贵的这个医药传统这个经验，所以说透过一个研究计划委托我，那么做了这个台湾原住民的药用植物的这个调查编写。那我们最主要那本书主要是在日本人山田清治这个书的底下呢，那么我们保留它原住民的名称原住民的所记载的这个植物的这个产地，以至于原住民他们的用药的这个经验，把它保留。那然后呢我们把它按照这个植物学的这个分类，就不再用疾病分类了，按照植物学的分类，从高等植物等等这么来排列。那本来是一个研究计划，那经过2年，我把这个成果报告交出来。后来很多审查委员觉得这个资料很有价值，所以说建立中医药委员会呢，这个书应该出版专书，所以又透过一个计划呢，那么就把这个书编排出版，又整理了很多彩色的这个图片。那这个是这个出书的这个风貌，也就是说我们不再用疾病分类，而是把它常用的这个将近300种的这个植物呢，按照植物分类学的这个顺序从所谓的低等植物啦、高等植物啦、单子叶植物啦、双子叶植物等等，按照植物学界的分类就按照分类学的这个编排方式，也就是今天一般植物学界的习惯的这种分类方法。那在每一个植物里面呢，我们先提供它的彩色图片，原来只是黑白的，用手画的。那么每一个植物，我们提供它的彩色图片加上它的植物的这个学名啦，那原住民的名称我们把它保留。那我们也做了简单的这个植物形状的这个描述。那另外最重要的这本书的最主要精神，也就是原住民的这个使用经验那一块，我们是原本的这个完整的跟它保留。那然后我们再加上什么？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化学、现在的药理，以至于现在临床的一些新的这个知识把它放进去。那最后这本书终于出版了，我们叫做《台湾原住民药用植物汇编》。那这个是由当时的这个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出版。那这本书当然我是主编但不过呢，在编修过程里面，我2个老师，一个陈宗南陈教授，一个邱念勇邱教授，他们帮了很大的忙。不过很可惜2位都过世了还有当时一个年轻的一个何一林何老师，那时候他刚好是博士班，在这本书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在最后校对这边那当时为了要国际化，也就是让国际人士能够了解我们原住民的这种传统药用植物的这个使用经验，所以说又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那么那时候呢，有一个黄良德黄教授那时候他应该是马来西亚侨生不过他到英国留学以后又回到台湾那么那时候那助理教授比较有空，他帮了很大的这个忙那不过黄良德黄教授现在是后来又到台大农化系，现在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授那不管中文版不管英文版这2本书呢，那么都在当时得到我们卫生福利部不是那时候是卫生署的这个署内的这个出版品的这个第1名或者是佳作奖这样的这个殊荣那当然一转眼快20年了那旧的书也都 out of print 都没有了，那都没有存书了。那同时经过20年，相关的资料也都有更新的这个必要。所以说现在卫生福利部中医药师呢，那么就透过另外一个计划呢，希望把我们的原来那本书希望能够再版那这一次呢，我就请年轻的我们何一林何老师当计划主持人，那我就在后面那么帮忙那我们原来那本书虽然是300种，但是最终是278种的这个药用植物。那这一次经过我们从很多相关的这个资料做考定，把这个药用植物的这个品项，那么增加到301种301种。那同时呢，这个植物学的这个拉丁学名，我们按照 Plant of Taiwan， 那么植物学界最新的这个学名，那么把它给更新。那我们过去都习惯那个日月潭附近9族文化村，好像原住民有9族不过现在根据他们的新的这个分类，那么是有16族16族。那我们也就按照他们最新的这个分类法，那么来加以分类那同时呢，原来那本书里面写了很多地名。
那当时那个地名呢是日据时代的这个地名啦。那么用那时候的地名跟今天现在的人来看，那个台湾有几个县市哪一个乡镇，好像这个怪怪的哈，到底这是在哪个地方啊？那所以说我们经过考证，把现代的这个地名，我们把它给放上去，让一般人比较容易的查访哈。那原来是9族，那后来新的这个考定呢，像泰雅族，我们又细分成3族啊。那本来有咒族日月潭附近的，那又细分成4族。那东部的阿美族又细分成3族，所以说现在一共是16族啊，16族。那个原住民同胞比较多的这个55个乡镇啊。那这本书编修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到台东、花莲请教很多的这个专家，那包含我们慈济大学洪一章洪教授哈，那洪教授是日本东京大学的这个农医系的这个教授，那他对药用植物他的认识很多哈，那他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指导。那洪教授呢，他现在也是高升在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哈，谢谢他。那另外我们也拜会那个东华大学童春哈童教授，那么他是原住民语言的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了哈。那所以说我们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原住民的这个发音等等，早期是从日本那个教授根据当时的发音写的这个名称，那童教授给我们一些指正。那同时我们要感谢慈济大学一个许木柱副校长。那除了他给我们呢指导以外呢，他又找了在华东地区的吴雪月吴老师哈，对药用植物也都很有经验哈。那另外有个吉宏老师，他们贤康力都一起来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指导啊。那特别感谢那个慈济大学那个洪一章洪教授了哈，他还为了我们这本书呢写了台湾南岛民语族族群分类与名称哈，让我们这本书也增色不少。那接下来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呢，跟各位介绍几个我们早期原住民他们就很早就在用，但是一直到今天，那么透过现代的这个研究，反正用的越来越多啊。那首先第一个是荠菜哈，荠菜是属于三百草科的这个东西，那它很多别名，其中的别名叫鱼腥草。或者叫闽南话叫臭草草臭草草，为什么？因为它虽然是植物，但是你把它叶子揉一揉以后有一个那个不新鲜的鱼的这个鱼腥味道哈，这荠菜。那你看看，原来他当时用手画的这个写生图荠菜叶子心脏形这个特征好像有呈现出来，但是呢，我们现在都用彩色的这个图片，那么来取代彩色没有错，你新鲜的这个植物，你把它叶子揉一揉真的是有一股特殊的这个鱼腥的这个味道那我们这个植物的这个形态，那这个鱼腥草呢，主要是一般这个平地都有，但是要稍微潮湿一点的地方，那么都除了有人栽培那自己也会生长那这一块是整个原住民的这个精神，他们用药的这个经验，这一块是我们是没有做更动，那么原本的保留。那像鱼腥草，原住民他们用来治疗眼睛的毛病啦，用来治疗疟疾啦，用来治疗肿疡还有皮肉的这个外伤等等。那现在针对这个鱼腥草，我们也做了很多化学方面的这个研究，甚至于针对它有那股特殊的这个鱼腥的味道，我们发现它这个腥臭的气呢，是从一种葵烯乙醛这个成分以及月桂醛这个成分所引起来的。那当然很多其他的成分也都做了这个研究。那在药理方面，我发现它有很好的抗菌的效果，就是只要有疫情，不然我们那个SARS 啦，或者禽流感啦，或者最近的这个 COVID-19 都有用到的这个机会那我们发现它也有很好的镇痛啦、止血啦，还有止咳这样的这个效果。那中医最近的这个中医，那么都用这个荠菜用来治疗肺痈、呼吸道的这个感染痰热、喘咳啦慢性气管炎等等不管是新鲜的也好，或者干品也都可以来使用那你看一转眼20年了快20年了。那么想当年2003年我们 SARS 台湾爆发这个 SARS。那当然那时候一手也束手无策，找不到很好的这个药物。后来我们台北国防医学大学有一个詹忠孝，那么通过他的研究，他发现我们这个鱼腥草的萃出物呢，对抑制 SARS 的这个 virus 这个病毒呢非常有效果。
那这个大家记者都是听了他报道都很高兴啊。结果呢，不得第一天早上、第二天早上连续好几天都一天到晚跟他堵麦啊，就希望能够多一点的这个报道。结果不晓得是因为太忙或一时疏忽，结果他整个这个是 SARS 这个病毒玻璃瓶呢，啪，在整个在实验室里面打碎了。那当然他自己后来受到感染啊，不过后来痊愈了哈，后来痊愈了。那最近我们 COVID-19 啊 ，COVID-19 从2年前开始爆发。那这一次呢，那么我们国家中医研究所一个苏一章苏所长，本来是我们中国医药大学的这个教授，因为他是临床的医师，所以说他就在早期 SARS 的这个经验底下，那么他开了一个10味药的这样的一个清冠1号这样的这个处方。那刚好有这样的机会，他的子弟兵，他的学生刚好在台北三军总医院中医部服务啊。那三军总医院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个 COVID-19 确诊的这个患者，结果他们用这个他所开的清冠1号，利用影片药材煎给这个患者服用，结果呢，他发现这个效果非常好啊。那很多本来是positive 的，很快都转阴哈，阳性的都转阴哈，那而且这个相关的症状都相对的比较轻啊。那后来呢，这个效果不错以后呢，他们经过这报道啊，结果我们当然了，在台湾如果说，因为它不是传统的处方，所以说药厂没办法马上制造。因为不是传统处方，台湾就当作是新药，那要申请药品许可证，有一定的程序啊。但是呢，那可能还要一段时间。但是后来COVID-19 是一个全世界的这个疫情，所以说有不少的药厂，他们也特别是他们有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啊等等，那么希望它这个产品能够外销啊。后来我们就得到这个特别是第一家是顺天药厂啊，那当然后来又有7家，一共有8家的这个药厂参与这个外销专用的这个市场哈。结果去年呢，1年前差不多这个时候，哇，台湾疫情也是爆发哈，台湾疫情爆发结果呢，那时候他就抱怨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外销，我们台湾人反正吃不到哈，甚至于我们的小英总统都曾经出面那后来呢才透过 EUA。把本来外销的这个能够在台湾经过中医师处方来使用那本来有8家，那结果特别是最近那个 Omicron 一天像台湾最近这几年的都将近10万虽然这1-2天已经减到4万多，但是人数还是很多那供不应求了那特别是现在是像你 positive 的患者没办法马上给西药，因为西药一个疗程要将近2万多块钱的这个药费那所以说要65岁以上的人确诊才可以，那一般确诊呢就叫你在家休息，多喝开水那所以说很多民众就希望能够得到清冠1号的这样的这个使用那这个是清冠1号有这个处方那鱼腥草就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那包含桑叶啦，包含薄荷，这3个都是在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用药经验里面，他们早期都也常常在使用的这个药物那最近我们中国医药大学有一个中医药博物馆，那么最近为了配合疫情呢，我们有一个防疫中医药方特展。那因为呢，除了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有这个清冠1号以后呢，台湾有好几个中医药的这个学校或研究单位或医院他们都有中医师，每一个中医师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这个看法处方。那我们最近呢，把这几个包括像长庚医院啦，像慈济啦，星光医院等等他们的这处方在我们附设医院都有一个展示。结果我发现呢，1半以上的这些处方里面都含有鱼腥草包括我们的那个桑叶啦或薄荷也都占很重要的这个比例那鱼腥草除了可以用来治疗疫情以外，其实在民间早期他们也说也可以用来治疗香港脚对抗霉菌那把这个鱼腥草用热水泡一泡以后，那么温度降下来以后，2只脚下去泡那么泡个几次以后对这个香港脚很有帮助。那在民间他们也发现这个鱼腥草呢你如果要把它泡茶、煎茶了，用水煮了开了以后呢，当茶喝，可以预防治疗狭心症、心肌梗塞等等。
而其实呢，鱼腥草除了说用来治病以外，其实鱼腥草也是一个美食哈。那么鱼腥草鸡汤，那很多人一定鱼腥草的臭摸摸哈啊，这个煮鸡汤的鸡汤怎么喝？哎，不是，那是新鲜的。当你把它煮熟了以后啊，那个口味非常甜美哈。那么我们在杉林溪，好像这道菜是杉林溪啊那个游乐区一个很有名的一道美食哈。那第二个跟各位介绍的是左手香哈，那叫做稻手香啊，闽南话叫左手香啊，豆秋芳哈，那是唇形科的植物，叶子厚厚的，有特殊的这个芳香啊。那这个民间呢，包括原住民呢，他们用出来清热止呕啦、健胃的功能，可以用来治疗感冒啦、肺炎啦、喉咙痛啊等等这些功效。那甚至于民间就用它的这个叶子揉一揉以后呢，你那个伤口手啦、手脚有创伤啊，那么有很好的这个杀菌的这样的这个消炎这样的这个效果。结果我们台湾那个经济部底下生医中心，那么经过他前几年的这个研究呢，他发现呢，这个左手香呢有很好的可以对那个糖尿病、手足脚溃疡呢很有效果。因为我们糖尿病哈你如果说脚溃疡伤口那个地方因为有糖分很容易有细菌感染，所以那个伤口很不容易好了所以结果他们发现呢，这个左手香呢，那么对这糖尿病的这个脚的这个溃疡很有帮助。后来又授权寄转给这个生技公司，那生技公司他们在南部也做了大量的这个栽培豆秋芳那很高兴呢，也是好消息那在他们这个产品呢，那么在去年2021年呢，就得到我们台湾卫生福利部食药署的这种药证的这个许可了不只是如此，他们在国外在美国也继续做这个3期的这个临床。那在去年的7月份，他们也针对美国做3期的临床的试验的这个第2期间分析基本的初步的数据显示，这个解盲成功所以未来这个产品都可以在这个全世界来上市你看看，原来传统原住民的这个药用植物，现在这个成功就变成是西药了。西药的新料所以这个是很好的那另外有一个叫七叶一枝花，百合科的这个在原住民那边就有用。从我学生时代，我的老师就说七叶一枝花用来治疗毒蛇咬伤等等。那往往现在我们发现，治疗毒蛇咬伤的药物，往往现在都发现它有很好的抗癌的这个效果。那七叶一枝花又名叫做早修它是百合科的这个植物那你看为什么要七叶一枝花？你注意看，底下有7个叶子然后上面又开了一朵花你说不对老师，那上面那个也是绿的，好像也是叶子，不是那个绿上面那个绿的是一种变态的花的萼片花的萼片上面那个是花说七叶一枝花。那所以说但是我们是利用它的地下的这个根部地下的根部又叫早修早修。那原住民同胞他们早期说这个用来治疗肚子痛就是很好的这个止痛的效果，还有外伤等等那现在它里面的这个早修皂苷还有里面的这个成分都有被研究出来。那现在的研究发现这个七叶一枝花的早修很好的抗菌镇静镇痛镇咳这样的这个效果，同时也有治疗咳嗽这样的这个效果。那临床上现在用在臃肿喉咙痛毒蛇咬伤还有很多喘咳等等，那也用来治疗癌症。那各位晓得，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成药叫云南白药，虽然一直到今天它的组成还没有完全公开，但是很早我们就知道中药的3期是里面主要的除了3期以外，这个早修也是一个很重要。那云南白药主要就是跌打损伤很好的止痛止血这样的这个效果。那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药用植物叫做台湾金线莲。台湾金线莲早期我们兰科还没有现在的组织培养之前呢你要到山上去看那自然生长的这个金线莲真的不容易了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早期这个价位很高所以说它有很好的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甚至于把它当成仙丹来使用那么在这个植物呢，在早期那个佐佐木生一呢，那么它的纲要民间药用植物里面就已经有开始来使用。
那兰科的植物，你要它开花，然后果实结种子，然后用种子去发芽，那几乎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呢，现在我们有所谓组织培养的这个技术，只要是这个植物里面的叶子，你一片切成10片就变成10颗，你把它切成100片就变成100颗。那我们有一个蔡先生蔡老师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所以说啊，前几年一转眼快20年了啊，他们在国科会的辅导的补助赞助底下呢，辅导我们台湾农民啊做很多金线人的这种繁殖，在埔里那边有农民种了一大片啊这样的东西。那所以说现在种是已经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呢，怎么样销售出去？所以说他们又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啊。我们中国医药大学有一个林文川林教授的呢，吴金明吴教授，他们在这个金线人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哈。那后来在我们林文川林老师的这个研究里发现，这个金线人有保肝的效果，骨质疏松啊，对气喘有帮助，增强免疫啊，还有促进肠胃的益生菌的这个生长等等。所以这个是金线人哈。所以说后来他们有所谓的产学合作啊，那也有协助厂商开发成这个健康食品啊，健康食品。那包含有发现的在国际学术期刊发现这个金线人有保肝的效果，促进益生菌的这个生长，那也有调整过敏体质，改善气喘啊等等这样的功效。所以你看看我们原住民用药，透过我们现代的研究都能够加以证实。那另外我们有属于另外一个是雷公根啊，雷公根有的时候叫老公根、雷公根哈。那是伞形科的这个植物啊，铺在地上了呢，小草哈。那民间除了说对肠胃有帮助以外啊，有很好的抗菌啦、伤口愈合啦等等这样的这个功效。那最近这几年他们的研究发现它在泰国，他们都把它做成饮料啊。那现在的研究发现它能够在美容方面很有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啦，改善挫伤皮肤啦，防止色素沉淀啦，美白的效果等等啊。所以说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老公根的这个产品哈。那最后有一个，我们是有叫做珊瑚礁啊，珊瑚礁。那珊瑚礁是原住民的经验一种调味料，就等于珊瑚礁就是原住民的胡椒啦啊，原住民的胡椒啊。那么说它有很好的抗菌啦杀菌的这样的这个效果哈，杀菌的效果。那珊瑚礁又叫做碧城茄了，我们中药正式的名字叫做碧城茄啊。但是在原住民他们呢，甚至于你到现在你到山地原住民部落去，他们叫马告。那不只是用来治病了，他们知道马告有安眠、镇静安眠、抗忧郁的这个效果。而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调味料啊。你做烤山猪啦等等，都用这个马告来做这个调味料哈，调味料。所以说最后整体来讲呢，那我们发现这个原住民这个药用植物的这种使用经验是一个很宝贵的这个经验啊。那么他们从早期开始使用以后，那么由于族民的这个不断的这个传承，那当然也不是这个原住民药也不是只有原住民，全世界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民族，包括我们台湾本地同胞也都一起在使用，那么累积更多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这一部分是一个很宝贵的这个资产，我们应该好好来保存哈。那我们来发扬台湾原住民药用植物的这个文化知识。那同时呢，就像刚才讲过了左手香甚至可以开发变成现在一个西药的这个新药不只是台湾本地人可以用，你看这个变成是一个全世界都可以来使用的一种新药哈。那就最后呢，再跟各位说一下当然我们说台湾药用植物很好，很多很有价值，特别是现在最近 COVID-19 的关系，那清冠1号很多药品呢都缺货他们就想到说，那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台湾本地应该要来想办法来做栽培那我们台湾在2年前通过所谓的中医药发展法。那这发展法呢，就是说政策性的台湾中医药发展，政策性的透过政府的法令来加以保障。那这里面呢，有特别提到台湾中药药用植物的这个种植那所以说呢，那我想这个原住民这个药用植物有很好的这个经验。那不只是当然过去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就是很多都从大陆来进口。
但如果说比较重要的这个品种，我们台湾怎么样想办法来自己栽培，那么自己更能够确保，那同时透过有机栽培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重金属，对不对？让它的疗效变得更好。那我想这个是未来我们大家要努力的目标。那当然，我们东南亚地区，那么原住民他们原住民的同胞也都有他们的这个使用经验，我想这个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那么来进一步来研究、来加以开发的，那么贡献全人类的这个健康等等。那我想我今天就跟各位做这样的报告谢谢大家。